谢贤一辈子都风流潇洒，2段婚姻，5段感情，快70岁了还谈起了相差49岁的爷孙恋。但是在人生的最后一刻，他身边呢却一个伴侣都没有，可以说是孤独走完了最后的这一段旅程。那问题来了，既然所有人都没有陪伴他走到最后一刻，但是为什么又是所有前任都对他念念不忘，零差评呢？内地人对谢贤最深的印象可能就是《万水千山总是情》里面汪明荃的那位儒雅的律师丈夫了，而他本人的底色就和这个角色非常的相像，风流但不下流。他的第一段感情呢是开始于20岁，那个时候的他是年少成名，对方呢也是当红女星，2个人相伴了12年，最后还是分手了。因为对方大他7岁，非常渴望结婚生子，而他呢事业蒸蒸日上，不想过早进入婚姻，于是只能这样的遗憾分手。2个人后来几十年都没有再有任何的互相撕扯。而第2段感情呢是和大明星萧芳芳，他俩呢其实完全是2类人。萧芳芳踏实好学，而谢贤呢则是热衷于交际，完全不合拍，所以1年之后呢也是友好分手。那此后他们一直是圈内的好友大半辈子见面都非常的热情友好，不像现在的明星分手了之后，这个活动不能挨着，那个活动不能见面，事儿多的不得了。而第3段感情呢可能也是他恩怨最深的一段，这是谢贤的第1段婚姻。他是在35岁的时候认识的23岁的台湾顶流女明星，也是初代的琼瑶女郎珍珍。他当年是猛追了人家4年才修成正果，但是2个人的工作重心呢，一个在香港，一个在台湾，长期是2地分居，聚少离多。同时呢还有一位叫做刘家昌的音乐人长期介入纠缠那最后2个人是赌气冲动离婚了。那后来呢谢贤还曾经试图挽回，但也阴差阳错没有成功。此后的几十年他从来没有谈论过珍珍的是非，甚至没有谈论过那个刘家昌。那世人怎么知道后来的这些狗血故事呢？是直到珍珍和刘家昌婚姻破裂，这个刘家昌自己爆料当年是如何纠缠刚刚结婚几天的珍珍，破坏他们婚姻。这个真相才大白于天下。但即便这样当记者问起谢贤你怎么看待当年的这些往事，他依然说我们婚姻的破裂是自己和珍珍年少冲动，不评价人家刘家昌。你看多体面的一个人更暖心的一幕呢是出现在2019年，当时呢谢贤是专门飞到台北去参加珍珍的新书发布会这也是他们分手42年之后第1次的破冰同台。当主持人问他42年了再见面有什么话想说，他当时的回答是震惊四座我只有一句，我就必然爱他。从此呢这2位老人就成了彼此最贴心的老友。那这一次谢贤去世，珍珍得到消息也是当时就哭到声音沙哑。想一想他们的故事，真的好为他们遗憾呀。而谢贤的第4段感情呢就是和狄波拉也是他婚姻维持最长的一个伴侣。2个人呢是相伴了16年，同样还是因为性格的原因导致分手的。谢贤呢是应酬太多了，而狄波拉呢则是渴望安静的家庭生活。特逗当年2个人呢签协议离婚，签完字之后当天共进晚餐以示庆祝分手呢据说还拥抱互相祝福。那后来呢狄波拉再婚了，他们还经常3个人一起见面聚餐关系比过去还更好了。你看外人想象当中离婚之后的各种恩怨情仇，在他们这里呢没有一点儿。那第5段呢就是相差49岁的这段爷孙恋了。说实话，了解他们的故事总让我想起倪妮和陈道明出演的那个电视剧里的那段忘年恋，遗憾但是又挺美好。谢贤当年呢是在69岁的时候遇到了只有20岁的模特 Coco， 外界一直是对他们很不耻，认为一个是贪恋女色一个是目的不纯。但是12年的相处当中呢，谢贤资助女方出国留学，安排人家的生活，可以说非常细心的照顾她。那后来呢他发现自己身体衰老了，女方呢又渴望婚姻了，他呢就主动提出了分手。而且呢他还曾经这样嘱咐她，如果有一天你找到一个很优秀的男人，你一定要带回来给我看，因为我阅人无数，我不允许对你不好。即使我不在这个世界，我也从另外一个地方站起来打他的，如果他对你不好。我想恐怕没有几个女人听到这样的表达会不感动吧。
那谢贤呢，一生风流倜傥，很会提供情绪价值，但是他对待感情呢又很专一、很坦诚，从来不脚踏两只船，也从来不会无缝衔接。在精神上他尊重女方，物质上呢也很慷慨，分手之后更是一别两宽，不爆料不互撕，多年之后再相遇依然会温柔以待。这恐怕不是所有男人都能做得到的吧，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的前任都对他零差评的原因。当然了，这样的男人绝对不是完美的，我们必须看到他热衷于交际，所以呢，投入在家庭和子女上的时间就非常的有限。如果是精神富足、经济独立的大女主，和他的相处可能会觉得很愉快，但如果是注重柴米油盐、渴望相伴相守的居家女性，恐怕就会失望痛苦了。所以您会喜欢怎样的情感生活呢？